大家好啊，我係飛入，歡迎翻到我 channel。今日要同大家講一隻香港人嘅心頭好，匯豐控股5號仔啊，紅底股終於翻嚟啦。佢股價衝破100蚊，7月25號收市價102.2啊，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新高，由30幾蚊升翻上嚟。散戶同大戶都會諗，喂，而家入市會唔會太遲啊？仲有冇肉食呢？今集我哋就會同大家深入拆解呢個匯豐嘅投資價值，比較佢同美國大行例如摩根大通啊、花旗、高盛同埋歐洲嘅巴克萊啦、瑞銀啦、德意志銀行啦，同埋法國巴黎銀行呢啲銀行比較一下，用2024年嘅最新數據啊，幫你睇清2025年匯豐仲值唔值得買，仲有股息同埋風險分析，就會俾翻個投資嘅評分你。準備好未啊？我哋一齊嚟睇睇。匯豐而家102.2蚊一股啊，市值大概去到1.78萬億港元啦，咁貴唔貴呢？想知答案，我哋梗係要睇翻3個指標，佢嘅市盈率 PE， 佢嘅市淨率 PB， 同埋佢嘅股息收益率 Dividend Yield。市盈率方面，匯豐而家就去到12倍左右噶啦，比起摩根大通嘅15啦、花旗嘅14、高盛嘅16咧，都為之低，顯示匯豐咧都仲比美國大行抵買一啲嘅，但係同歐洲嘅法國巴黎銀行啦嘅8倍同埋呢個巴克萊嘅10倍左右比較咧，就略為貴少少啦。瑞銀咧就去到22倍，但因為佢之前併購瑞信咧，所以就比較高，暫時嚟講就唔太具參考價值嘅。去到 PB 啦，匯豐而家 PB 去到1.18，略高於每股帳面淨值82蚊，比起高盛嘅2倍同埋摩根大通嘅1.4倍都為之低，但係比起巴克萊嘅0.62啦，同埋德意志銀行嘅0.67都為之高，反映咧匯豐估值同佢14.6% 嘅有形股本回報率 ROTE 相稱㗎。股息率方面啦，匯豐嘅5.17% 真係一個大亮點，比起摩根大通嘅1.89%、花旗嘅2.5%、高盛嘅1.5%都高好多。喺歐洲同業銀行裏面啊，只係比呢個法國巴黎銀行嘅6.15%略低嘅啫。匯豐雖然破100蚊啊，但係佢嘅 PE 同埋 PB 咧都比起美國銀行同業咧都為之低少少嘅，再加上佢嘅股息率又高，雖然而家嚟講亦都唔算係好貴。特別對收息一族嚟講啊，都仲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不過咧，市場咧就好似已經預計咗佢對亞洲市場嘅樂觀預期一樣，所以咧就唔係話有好大嘅折讓。匯豐2024年嘅財報有咩亮點呢？同其他大行比起上嚟又點樣呢？嚟睇下條大數。至於去到收入同利潤方面啦，匯豐喺2024年收入658.54億美元啦，稅前利潤323億美元，淨利潤大概250億美元左右，表現非常強勁啦。主要受惠於高利率環境啦，同埋亞洲業務增長。摩根大通咧就規模最大，收入1636.4億美元，淨利潤551.5億美元，係全球嘅龍頭嚟㗎。花旗同埋高盛咧就比較弱啦。花旗嘅淨利潤91億美元，高盛咧就90億美元，受到重組啦同埋投行業務嘅低迷影響喎。歐洲同業之中咧，法國巴黎銀行就表現穩健啦，淨利潤111億歐元。巴克萊咧同德意志銀行咧就比較弱啲啦。去到股本回報率 ROE 方面啦，匯豐嘅 ROE 咧就介乎12.38%到13.6%，好接近呢個摩根大通嘅16.21%，遠高於個花旗嘅4.3% 啦，高盛嘅7.5% 同埋德意志銀行嘅6.7%。喺歐洲同業裏面咧，匯豐比巴克萊咧10.5%咧，同法國巴黎銀行嘅10至11都為之強，顯示佢嘅盈利能力喺全球銀行都屬於前列嘅位置。成本控制方面啦，匯豐嘅成本收入比50.2%，好過北美銀行平均嘅61%啦，同埋歐洲嘅平均55%，顯示佢嘅運營效率都比較高，成本控制得宜啦。匯豐2024年嘅財務表現穩健啦 ，ROE 咧同埋成本控制咧都係為業同業嘅前列嘅。咁樣基本面咧就支撐住股價嘅上升，但係比起摩根大通呢啲絕對規模啦同埋盈利能力咧，好似咧都仲有少少距離喎。銀行穩唔穩，好多時都要睇翻個資產質量同埋個資本比率嘅。咁匯豐喺呢方面又點樣呢？去到不良貸款率 NPL 方面啦，匯豐2024年不良貸款率大概1.7%，遠低於歐洲平均嘅2.2%，但係都仲係高於北美銀行平均嘅0.6% 㗎。摩根大通不良貸款率大概1.2% 左右啦，花旗係接近1%，巴克萊同德意志銀行就大概1.3% 至1.5% 之間。匯豐嘅預期信貸損失 ECL 咧控制喺30至40個基點。2024年呢個數字大概係34億美元，顯示風險管理得當啦。撥備覆蓋率啦，匯豐嘅撥備覆蓋率大概係70至80%，日日抵押品之後咧超過100%㗎，同摩根大通178%比較咧就為之低少少，但係同歐洲同業就相若，顯示有足夠嘅緩衝應對潛在嘅損失㗎。資本充足率啦 CET1 啦，匯豐2024年嘅 CET1 比率14.9%，就略高於法國巴黎銀行嘅13.2% 啦，巴克萊嘅13.6% 同瑞銀嘅14.4% 嘅啦，但係都仲略低於摩根大通嘅15.7% 啦，同埋高盛嘅15至16%。總之
資本比率19.7%，一級槓桿比率超5.5%，呢啲數字聽起上嚟相當穩健啦。匯豐嘅資產質量同埋資本充足率咧都係非常之穩健嘅。雖然不良貸款呢部分咧就比美國同業高咗少少，但係撥備充足資本比率亦都強，能夠抵禦潛在嘅風險嘅，仲有空間支持業務擴張同埋股東嘅回報添。匯豐一直都係香港散戶嘅收息神器。但係股價破百之後，股息仲吸唔吸引呢？重頭戲股息收益率，匯豐嘅2024年每股股息0.87個美元，大概6.8蚊港幣到，包括特別股息0.21個美元，現價102.2港元咁計咧，股息率就大概5.17%。同業比較，摩根大通1.89%啦，花旗2.5%啦，高盛1.5%啦，巴克萊2.17%，瑞銀2.55%，德意志銀行2.79%，法國巴黎銀行6.15%。匯豐嘅股息率喺同業係數一數二嘅。派息比率啦，匯豐嘅目標派息比率大概50%，顯示股息可持續性比較強啦。2023到2024年仲回購咗90億美元嘅股份，進一步提升每股嘅收益。比較同業啦，摩根大通雖然盈利強，但派息比率偏低，只係得25至30% 嘅啫，就偏好回購，就回購咗120億美元。法國巴黎銀行派息比率就60%啦，但回購規模就較細，得10.5億歐元嘅啫。匯豐嘅高股息加回購策略對收息投資者真係一個大賣點嚟㗎。即使股價破百匯豐嘅5.17% 嘅股息率依然係相當之吸引嘅。特別係同美國同業比佢嘅派息相當之突出，依然係長期持股嘅好選擇。匯豐咁強勢，投資有冇風險呢？究竟佢有咩獨家嘅機遇呢？去到風險因素方面啦，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匯豐橫跨中西市場啦，中美關係緊張，可能影響香港同埋中國業務。如果出現監管衝突咧，匯豐可能面臨壓力。利率下行壓力啦，市場預計咧2025年下半年聯儲局都會減息噶啦，香港 LIBOR 咧都會跟隨回落，壓縮咗匯豐嘅淨息差 NIM。2024年嘅 NIM 已經見頂，未來可能都會持續收窄噶啦。至於去到中國經濟放緩啦，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啦，匯豐2024年對呢個內房計咧就加咗5億美元嘅撥備，雖然風險可控啊，但係如果惡化咧，可能都會增加要信貸嘅損失。嚟到本地競爭方面啦，香港同埋中國內地嘅本地銀行啦，例如中銀香港、招商銀行嘅競爭加劇，可能都會影響市場份額㗎。去到獨特嘅發展機遇啦，匯豐咧就聚焦個回亞洲嘅策略。2024年亞洲業務稅前利潤咧佔比78%嘅喎，香港同大灣區係增長引擎。財富管理方面啦，匯豐嘅財富管理業務餘額達到呢個1.8萬億美元。2024年新增80萬客戶，推出呢個 Pinnacle 品牌，針對超高淨值客戶，捕捉大灣區嘅財富增長啦。去到數位化嘅轉型啦，每年投入數十億美元於 AI 同埋大數據啦，反洗錢、欺詐政策同埋貿易融資效率大增啦，提升客戶體驗。去到成本節約啦，計劃2026年前節省15億美元成本啦，成本收入比就降到50.2%，提升盈利能力。匯豐面臨地緣政治同埋利率嘅風險，但亞洲市場嘅增長潛力啦，同埋個財富管理業務仍然係有佢嘅獨特嘅優勢㗎。長線嚟講都仲有股講啊。綜合以上分析啦，究竟匯豐仲抵唔抵買呢？以下就有我嘅評分同埋建議，每一項都以10分為滿分啦。資產質量不良貸款率大概1.7%，撥備充足，所以我俾8分。財務穩健啦 ，ROE 12.38% 至13.6%，CET1 更加去到14.9%，呢部分聽上去亦都非常穩陣，所以我都係俾8分。股息吸引力啦，5.17% 收益率，穩定派息，因為派息率比之前低咗啊，所以呢度就俾7分。增長潛力啦，亞洲市場同埋財富管理增長都依然係穩健嘅，咁所以呢部分都係俾7分。估值方面啦 ，P 去到12倍，合理偏中性啦，所以呢個部分只係得翻7分。公司策略啦，聚焦亞洲數位化轉型呢一部分我相信都係大致所有銀行嘅趨勢嚟㗎啦。佢喺呢方面亦都凸顯優勢，所以我俾8分。風險威脅啦，地緣政治同埋利率下行嘅壓力對匯豐嚟講影響的確係比較大嘅，所以呢部分我就俾5分。所以綜合評分現階段嘅匯豐我會俾7分。如果坐咗貨嘅，佢繼續都屬於好嘅選擇。5.17厘嘅股息比率依然係提供非常穩定嘅收入㗎。但考慮到股價已經破百啦，市場亦都夾入咗唔少樂觀嘅預期，亦都可以考慮下喺高位鎖定部分利潤，再平衡翻個投資組合㗎。如果未買咁計，而家102蚊啦，投資風險回報就比較一般啦，又唔係話好抵買。如果當股價去翻90蚊左右佢嘅 PB 去翻接近1倍嘅時候到時嘅股息率會超過翻6厘，咁股價就會相對吸引啲。特別係如果市場係因為減息恐慌而調整嘅時候添。
匯豐咧係比較適合一啲長期收息嘅投資者㗎，或者係想分散投資啦，同埋增加亞洲投資曝光嘅人。如果你係想追求高增長或者科技股咧，匯豐就可能唔係你杯茶啦。匯豐作為紅底股，基本面硬，股息又靚，亞洲增長故事又有潛力喎。但係短期咧就需要翻地緣政治啦，同埋利率嘅風險，所以7分嘅評分咧已經顯示咗佢係一個比較穩健嘅選擇，但係就唔係話而家要即刻追入嘅。匯豐嚟到2025年咧，依然係令人值得關注嘅一個投資選擇。喺破百嘅時候啊 ，PE 都仲係12倍，股息5.17厘咧，佢嘅估值嚟講都仲係算係合理嘅水平。財務表現穩健啊，亞洲市場同埋財富管理業務嘅增長咧，依然係佢嘅亮點。當然啦，地緣政治啦、利率下行啦，同埋中國嘅經濟風險咧，依然係要小心㗎。但係匯豐嘅資本充足率啦，同埋撥備咧，依然俾到投資者信心。如果你收息一族啊，匯豐嘅高股息同埋相對穩定嘅派息咧，都算係一個非常友好嘅地方。如果你係新手或者想買入啊，可能咧都要等佢調一調先，咁樣風險回報咧就可能會比較好。咁你又點睇匯豐嘅投資價值呢？究竟會唔會考慮買入啊，定係會繼續持有呢？都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㗎。如果中意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翻條片，去支持下我哋繼續做多啲投資分析。我係飛入，下次見，拜拜。